建明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6号。按照本周呢既定的这个内容，今天呢参议院有2个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在做呢今年大选的听证。对这个听证上面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很多朋友呢还抱着呢很大的期待。我个人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期待了，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走过场而已，真正能改变结果的可能只是川普总统他本人能够一排众议，他个人能够站起来战斗。现在指望国会已经意义不大了。今天呢，多家媒体都报道说是川普总统要求司法部马上指定一个特别检察官来调查亨特·拜登的硬盘门。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有特别检察官马上来调查硬盘门，就是亨特·拜登他本人在他这个硬盘门里面所涉及的跟中共的勾结，尤其是跟中共跟乌克兰的利益涉及到本轮大选的情况下，对本轮大选形成了直接的干预的情况下，那么作为拜登他即使当选了总统，他有可能也会被弹劾。大家呢应该知道这个道理。这就像我们有的运动场上面有的运动员他拿了金牌，但是他拿金牌的这个成绩让别人都认为他是服用了兴奋剂的。在当时兴奋剂如果没有检查出来的情况下，只要是运动委员会对这个运动员长期的跟踪进行调查，到有一天能够调查出他确实是服了兴奋剂的话，那他的金牌是肯定要取消的。只是呢给美国人带来的伤害太大。如果说最终拜登是到了他已经就任担任了总统以后才被查出他跟中共有勾结，才被查出本轮大选最终被中共所破坏，然后那时候去弹劾他也不可能让川普就任啊。所以说到了那时候对美国人民来讲的话，就是一场巨大的宪政危机嘛。目前的情况大家都已经看到很清楚，民主党的这个腐败和他的这个被中共的这个渗透已经是无数的事实摆在面前。昨天也就是15号，有17个共和党的众议员，他们联名向众议院议长南希·普洛西写信，要求南希立即调查并解除众议员施瓦维尔他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里面的职务。因为施瓦维尔跟中共这个女间谍芳芳他们苟合6年，所有的证据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芳芳是被美国 FBI 完全认定是中共的间谍的。一个众议员，一个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委员，跟中共的一个间谍在一起鬼混了6年，这样的人还能继续在众议院任职，那对于民众来讲是交代不过去的。所以说17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就要求南希立即这么去做。但是南希呢，在前几天已经爆出施瓦维尔跟芳芳有巨大的丑闻的时候呢，他是不断的来解释，他为这个施瓦维尔不断的掩盖。他说施瓦维尔没问题，你南希凭什么说施瓦维尔没问题？难道施瓦维尔和芳芳他们在床上苟合的时候，你在床下偷听的吗？你怎么知道他们没问题的？所以说南希他用他自己个人来为施瓦维尔背书，本身就说明民主党产生的巨大的腐败。施瓦维尔作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委员，他完全隐瞒了他跟芳芳2人之间苟合的6年的关系。作为一个中共间谍，几年来跟他一直在一起，从他那儿获取了大量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个情报以后，向中共出卖的话，说真话，施瓦维尔现在不仅仅是解除众议员职务，解除情报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施瓦维尔应当受到调查，应当送上法庭，应当把他定为叛国罪。他跟芳芳之间的勾结就是在出卖美国嘛。所以芳芳的问题和施瓦维尔的这个苟合的问题，大家还看不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吗？芳芳跟那个胖市长，就是弗瑞蒙的那个胖市长，你看那个胖市长说真话没把芳芳压死，那是因为芳芳压不死，因为芳芳他就有这个本事，让你再胖的市长最终都能跟他苟合，最后都能给他情报，最终都能给他拖上床，最终都能给他拖下水。这就是中共这些红色燕子的本事。那么芳芳是不是中国红色最大的燕子呢？很多人一讲到中共对美国派出了大量的燕子，你觉得芳芳是红色最大的燕子吗？可以讲派到美国的燕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年派出来一个非常有名气的邓文迪，邓文迪直接是打入美国参众两院美国共和和民主2党的高级官员内部的，跟很多美国知名的政商名流，邓文迪跟他们之间都有关系，所以邓文迪被中共派出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也为中共输送了大量的情报，但是邓文迪排不上头把交椅，
方方就更不要讲，方方是不入流的。虽然方方他搞定了很多议员，搞定了很多市长，他不过是一个小燕子，他只是中共派出的众多的几百、几千、几万个燕子里面其中的一个，就跟那个搞定了哈佛大学那个主任利波教授的那个叶彦钦一样。中共派出来的解放军的中尉叫叶彦钦，他把那个利波教授就搞定了哇。最终通过利波教授获得了大量的机密，然后给中共输送了情报以后，利波教授已经被送到监狱里面了。叶彦钦和方方同样的都是逃回了中国，尽管 FBI 在抓捕这两人，但是这两人已经逍遥法外了。所以说这些都是小燕子，只不过是中共派出的大量的燕子里面其中之一。真正最大的燕子，能够撼动美国国会、撼动美国朝野的是赵小兰。赵小兰才是赵家的人，可以讲赵小兰多年来被中共培养，已经把赵小兰从一个普通的当时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个台湾女青年，现在已经培养成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夫人了。那么赵小兰嫁给麦康奈尔，显然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苟合嘛，也就是赵小兰利用中共给她这个家族诉讼的大量的利益，拿到大把的金钱，最终她嫁给了麦康奈尔。麦康奈尔和赵小兰的结合，完全是中共一手精心布置的一个局。那么这个局里面，也就是赵小兰拿到中共大量的财产，拿到中共大量的资源，然后去讨好麦康奈尔，而麦康奈尔靠这么大的金钱资助以后，他能够连任参议员。麦康奈尔已经7任参议员，也就是参议员6年1任。麦康奈尔7任参议员，6、7就42年，也就是这40多年来，麦康奈尔始终在美国参议院担任的职务，也就成为了美国共和党建制派的大佬。麦康奈尔在他老丈人和他老婆赵小兰对他的资助下，他可以连续的获得他参议员的职务，而他控制着参议院建制派大佬的这个地位，他又要做什么呢？他主要就是跟民主党去苟合，他跟民主党是负责去讲价钱的，是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啊，从来没有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从来也没有维护美国国家的利益，只是维护他们个人的利益，维护政党的利益。那么麦康奈尔在维护共和党的利益上面，我认为是尽到责任的，就包括大法官的任命，他也是不遗余力的，要为共和党争取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的职位。这也就是说，麦康奈尔为党派利益他是尽了贡献的。但是他在为党派利益也好，为他个人利益也好，他没有为美国国家利益考虑，他更没有为美国人民利益考虑。他本轮这一次来不及的跳出来承认拜登，承认贺锦丽为当选的总统、副总统，并且他告诉川普，你还剩36天的任期。6 weeks ago, the Americans voted in this year's general election. The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processes have continued to play out since then. Yesterday, electors met in all 50 states. So as of this morning, our country has officially a president-elect and a vice president-elect. Many millions of us had hope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ould yield a different result. But our system of government has processes to determine who will be sworn in on January the 20th. The Electoral College has spoken. So today I want to congratulate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The President-elect is no stranger to the Senate. He's devoted himself to public service for many years. I also want to congratulate the Vice President-elect, our colleague from California, Senator Harris. Beyond our differences, all Americans can take pride that our nation has a female Vice President-elec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 look forward to finishing out the next 36 days strong with President Trump. Our nation needs us to add another bipartisan chapter to this record. 他的这段讲话你听一听，他讲话里面目的很明确，也就是告诉大家，现在不要去争论了，现在拜登当选了，贺锦丽是副总统，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女性担任副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啊，我们要祝贺她。同时他告诉川普，还剩36天的任期，你就好自为之吧，把这36天把它度过去吧。麦康奈尔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他跟民主党谈好的一个价钱，也就是他们放弃川普。同时呢，民主党人帮助他们在佐治亚州让2个共和党的参议员让这2个人入围，这2个人一旦入围，就意味着参议院共和党占绝对多数，麦康奈尔能确保他这个多数党领袖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他个人的私心啊，这是他跟民主党两之间谈条件、谈加码的一个结果啊。然后他不但是对拜登进行道贺，
告诉川普只剩36天的任期，同时他要求所有共和党的参议员不要掺和所有的这次对总统任命所有的否定现在的这个认证结果，也就是他希望所有共和党，尤其是参议员，不要再去参与对今年大选现在拜登已经当选这个结果进行什么否认。他本人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以党内大佬的身份，要求共和党的议员跟他们一起去排挤川普，把川普挤出局。这不就是麦康奈尔他明显的做法吗？那麦康奈尔为什么这时候要跳出来呢？麦康奈尔的背景大家都清楚，我在过去的节目里面多次谈过麦康奈尔。麦康奈尔跟赵小兰两人这一对夫妻的苟合，就是中共经信部的局。赵小兰这个人是非常险恶的，他的父亲呢是因为跟江泽民曾经呢是过同学，他父亲到中国去跟江泽民勾兑时候，江泽民一看他有一个女儿能够接近美国年轻的参议员麦康奈尔，最终中共把情报送到江泽民手上，认为麦康奈尔未来有培养的价值，所以说江泽民那个朝代就开始布局了，也就是给赵小兰的父亲巨大的订单，让赵小兰父亲要船给你船，要货给你货，要业务给你业务，你没钱带给你，所以说一下子就把赵小兰他父亲这个濒于倒闭的企业把它扶持成功了，也就是赵小兰他父亲就成为美国中美之间航线上最大的航运集团，中国一年要有多少货往美国运啊？尤其是 WTO 以后，中美之间这么巨大的贸易额，多少货物要从中国运到美国啊，都是赵小兰他父亲干的哇，所以他父亲一下子就身价几十亿、几百亿哇。当他父亲有了巨大的金钱之后，当然会支持他这个女婿麦康奈尔，在巨大的金钱的资助下，他也就是不断的连任嘛。所以说赵小兰他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出卖者，赵小兰才是中共派在美国最大的燕子，国家副主席亲自接头啊，这不是最大的燕子还是谁是最大的燕子啊？在日本新天皇继位的仪式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赵小兰窃窃私语，亲自接头，你觉得谁还能比赵小兰这个燕子这个级别高呢？那王副主席给他带什么信呢？就告诉他把你妹培养起来啊，组织上已经决定啊，把你妹赵安吉也培养起来，告诉你老公麦康奈尔，关键的时候听组织上的话，按照组织的要求去做，把你妹培养起来以后，你们姐妹俩加上你的老公，加上她的老公，都要为组织上办事的。所以说赵小兰她就按照王岐山给她亲自布置的任务，就把她妹赵安吉也培养起来了哇。赵小兰的妹妹叫赵安吉，他为了把他妹妹迅速的接近政治权力，在他妹妹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把他年轻的妹妹带到白宫做实习生。然后他妹妹赵安吉在做实习生的时候，遇到一个年龄跟他差26岁的，但是身价已经几十亿的犹太富翁，叫奥瑟斯坦。他妹妹迅速就嫁给了奥瑟斯坦。没想到奥瑟斯坦娶了这个年轻的赵安吉，没有几个月以后就死掉了。死掉以后，这个赵安吉继续嫁给了这个脸书的影子老板，叫吉姆布莱叶。也就是赵家这两个姐妹，通通是跟美国政商两界合作的。他们合作的结果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他们的商业经济来控制政治，通过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商业。而这些商业和政治背后的源头，都来自于中共这只黑手。所以中共大量的资金输送培养的赵家姐妹，最终就影响了美国政坛。麦康奈尔对美国政坛的影响是最明显的，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麦康奈尔他本人为什么要排斥今年大选的这个不公平的结果？因为麦康奈尔本人是有很多私心的，他本人在去年就收到过来自多米尼公司对他的数千笔的捐款，所以说他在收到多米尼公司大量的捐款以后，他在去年7月份就推翻了2项关于选举诚信的法案。那么麦康奈尔他实际上就利用他共和党建制派大佬的地位，他利用这个地位，他第一个可以否定这些对他不利的法案，他根本没考虑过大选是否公平，大选最终是否能选出人民所想选的那个总统，他只考虑他的家族利益，只考虑到别人给他捐款以后，他要回报他的捐款人。他作为共和党建制派大佬，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民主党勾兑嘛，摆平两党的利益关系嘛，从来没有为国家考虑，他也不可能为美国人民、为美国国家考虑。
他牺牲了川普总统，不仅仅是牺牲了川普总统本人，是牺牲了美国7500万支持川普总统正义的人民。然后他跟民主党的勾兑，就是为了乔治亚州这2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希望这2个人入围。这2个人入围以后，就可以加强他自己在参议院共和党的这个多数党的领导地位。所以说，一切的事实都证明，红洞县里无好人。麦康奈尔在关键的时候捅了川普总统一刀。他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宪法的第12条修正案，阻止1州1票最终选举总统，阻止川普总统他的连任。他不仅仅是阻止川普总统连任，承认拜登为总统，最重要是他要求所有参议院的共和党人都不要介入任何可能反对国会选举结果的这件事。也就是说，今年总统的大选可以讲，对于川普总统来讲，大法官已经叛变，川普总统亲自提任的3个大法官全部叛变他，走司法道路已经基本走不通。那么我们期待的国会能够主持正义的道路，又被麦康奈尔把他堵死了。也就是川普总统依靠国会、依靠司法这2条路都走不通了。那么怎么办？现在可以讲，川普总统应该看得很清楚了，他现在只有华山一条路，只能背水一战。也就是所有的那些阴谋颠覆美国国家制度的、那些受到国外敌对势力干涉的这些狼狈为奸的叛国者们，川普总统应该毫不犹豫把这些人进行抓捕。实在是不能再等了，因为没有机会。如果川普总统还在等1月6号，等1月6号的国会听证的结果，我们现在已经很知道了。可以讲，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都在出卖川普总统。所以川普现在不能再犹豫，因为你现在不是面对的一个简单的民主党，一个简单的左派大联盟，实际上共和党的建制派大佬通通是在帮助民主党在背后上川普的刀子。因此川普面对的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利益集团。川普总统唯一支持他的就是7400多万美国的人民，是美国民众在支持的川普。川普总统现在只能背水一战，可以讲他们可以赢100次、1000次，但是川普总统只要赢1次。所谓中道不中君，很多挺川的人其实并不是对川普有什么个人崇拜。可以讲，我们现在挺的并不是川普这个人，我们要的是维护美国的宪法公平。我们需要让每一个美国公民，他们投出的这个票有一个公平的选举。现在不是对川普个人的一个崇拜，其实大家并不是挺川普这个人，而是挺川普他所走的道路。我过去对川普也没有那么大的期待的，可以讲一段时间以来，川普呢，因为他动不动就夸奖习近平、夸奖金正恩，所以说我看到他跟金正恩、习近平打得火热的时候呢，我对他也没少批评过。但是2020年的现实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民主党太多的问题，就让我们认识到奥巴马时代给美国留下来的民主弊端太多了，对美国制度毁坏的太多了。尤其是在2020年，民主党在美国发起的黑命贵安提法运动，对美国进行打砸抢烧，对利用一个死去的黑人弗洛伊德的这件事，然后对美国先贤的这个否定，把美国先贤的雕像全部砸毁，同时对美国现在制度进行的诋毁，让我们看到美国是国家制度在根本改变。而川普总统他对中共的打击的力道越来越强烈，不光是前几年他跟中共开展的所谓贸易战，到2020年已经上升到川普总统已经撤销了中国驻美国休斯顿大使馆，已经抓捕了以唐娟为首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军官渗透到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学者，还有大量的前任学者被美国抓捕。其次，川普总统在他这一任上出台了最严厉的政策，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根本不能入境，对所有的共产党员不仅是不可以办理绿卡，不可以办理入籍美国的手续，已经有10年签的共产党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他们到美国也只能来30天了，来最后一次。所以说，川普出台的一系列打击中共的政策，对于中共来讲都是灭顶之灾，包括对香港的保护，包括对台湾的支持。川普总统在他的任期里面卖给了台湾，是自从台湾跟美国断交以后，所有台湾购买的美国全部武器的总和。所以说，你认为川普总统难道不是在支持台湾、打击中共、支持香港、消灭中共的道路上，川普总统他迈出了前面所有总统没有走过的路吗？川普他自己执政的4年，也是对他自己个人一个极大的提高啊！可以讲，川普执政的4年是他个人根本改变的4年。他从一个政治素人被残酷的现实最后训练成一个政治家，
川普的团队已经完全成型，已经完全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世界一切祸害的根源。他们很清楚地把2020年中共向全世界输出的病毒的根源认定是中国共产党，他故意给全世界带来的这个灾害。同时，川普总统号召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抵制中国、打击中国，并且要找中共清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大量的这个企业从中国撤出，而且美国对中国不断的孤立进行打击，尤其是美国联合了印度、联合了日本、联合了澳大利亚，成立了亚洲的新北约，也就是眼看就要把中共瓮中捉鳖了。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又活过来了，也就是拜登又上台了。很多人都说是中共的命好啊，但是你看没看到中共的这个人大的这个狄东升就说这是咱们上面有人，上面有人指的是美国政坛上面有人，美国政坛上面的人是谁啊？这就是中共经过40年的布局啊，40年布局下来，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了邓文迪，才有了芳芳，才有了叶艳卿，才有了像赵小兰姐妹，她们渗透在美国的官场，她们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政局。可以讲，现在麦康奈尔他的急剧的变化，他突然的表现，这显然是共产党已经给赵小兰带了信，要求赵小兰你必须说服你老公，说服你老公麦康奈尔，在参议院多数党这个位置上面，要向所有参议院议员给他们表态，支持拜登，粉碎川普连任的梦想，然后也就是从国会这条路堵上了川普可能连任的道路。也就是大法官已经看到了，大法官全部背叛了，川普总统亲自任命3个大法官全部背叛了，也就是依靠司法诉讼的道路走不通了。那么依靠议会道路，靠国会来支持川普总统，谋求1州1票选举川普连任总统的这条道路，给麦康奈尔也堵上了。那么都堵上以后，川普总统他现在就是华山一战了。我觉得川普总统在18号国家情报总监公布了美国本轮大选遭受到外国敌对势力的干涉和外国敌对势力对美国以及包括跟美国联合的所有的叛国者他们的勾结，促成了这一次大选结果的不公平，干涉了美国的大选。那川普总统完全可以依据他2018年下达的总统行政令，抓捕叛国者，抓捕那些造谣的媒体，像林肯总统当年一样，一举粉碎这些人的叛国阴谋，完全做得到啊。所以你看，川普总统是有备而来的。昨天白宫的发言人麦肯纳尼，他就对左派媒体关于亨特·拜登丑闻前后不一的态度和标题，他给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他说，所有这些媒体都是不以事实为根据的，都是根据政治需要。在整个大选之前，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华盛顿邮报》，他们通通指称所有的亨特·拜登的这个电脑门是俄罗斯的阴谋，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假新闻，是川普总统利用俄罗斯的假新闻去抨击他的政治对手，抨击拜登。但是这2天呢，他们又反过来了，他们现在通通都说是亨特·拜登的丑闻可能影响到拜登，他可能能就任。同时他们又说，现在亨特·拜登的丑闻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他们的一个税收的问题了，很可能是有叛国的问题，很可能有出卖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了。CNN devoted 3 minutes and 16 seconds to it. However, it was covered on Fox. Interesting pre-election and post-election coverage, too, on the Hunter Biden scandal, which was not covered at all by many outlets in the lead up to the election. In fact, on October 15th, you had a New York Times headline that said, Trump said to be warned that he was being given Russian disinformation over Hunter Biden. Now, December 10th, just a few months later, New York Times headline, investigation of Hunter Biden is likely to hang over Biden as he takes office. Washington Post on October 16th, the headline read, the truth behind the Hunter Biden non-scandal. Now you have the Washington Post headline that says this, Hunter Biden tax probe examining Chinese business deals. Politico, October 19th, Hunter Biden's story is Russian disinformation. That's a favorite. Dozens of former intel officials say, false yet again. December 2nd, now Politico reads, Justice Department's interest in Hunter Biden covered more than taxes. Really interesting turn of events, and good for those who covered what was a story all along and not Russia disinformation. 所以说麦肯纳尼就指责这些左派的大媒体，为什么你们前后不一呢？同样都是亨特·拜登本人，同样都是他那几块硬盘，同样是一个事实，为什么你们前后报道和前后的态度立场如此不一呢？说明你们这个媒体就是只看政治需要，从来不顾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准备堕落到哪里去呢？
因为美国的宪政危机，所以说中共就不断的蚕食中国大陆本身、中国民众他们的抗议自由、他们的人权权利，同时对香港、对台湾都无情的打压。把香港的12个准备逃往台湾的这12个年轻人抓捕以后，这2天对他们起诉了。在上海对一个公民记者张展他们起诉了。在香港他们抓捕了黎智英。这2天香港多家媒体报道，有一个亲建制的组织，就是香港一个亲共的组织，叫正义联盟的创办人叫李思嫣。这个人突然感染新冠肺炎死掉了，才50来岁。这个女的在香港是相当活跃的。一开始人家传出她死掉，我以为是网友恶搞。因为前几天他还在骂周挺嘛，他还在挺中共、挺5星红旗嘛，结果这2天报应就死掉了。这种女人死了活该，她一生都是给共产党做鬼，所以她今天的死就是为她自己生前作恶得到了一个恶的报应。所以跟着共产党跑的人就是跑步火葬场，跟着共产党跑步火葬场，你就跟李思嫣一样，死得快得很，那都是你恶的报应。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话放在这儿，所有跟共产党勾结的，所有那种摧毁美国国家民主制度的，所有背叛美国人民的，最终都会跟这个李思嫣一样，死得快得很，报应来得快得很。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